我的养父母他们正好是亚裔，我觉得是我这辈子里面最无忧无虑的时光。两面性的是把我送到那儿以后，才有了我这一段奇特的经历，要不然我也不会，我觉得我应该是不会来到美国。因为我们当时来美国，并不是说只有我们这些健全的、健康的孩子，还有一些残疾的，身体不太好。既然把我送到了福利院，那为什么当我有了这个更好的机会呢？而你们又选择了放弃呢？整整10年，我才得到了一个答案。因为我一直以为是他们不想收养我。不知道是否该用缘分这2个字来形容，但是我觉得真的是缘分，妙不可言。我觉得我属于这里，所以我再次来到了这里，这也是上帝对我最大的眷顾吧，我感谢上帝。今天很开心能够临时约了一个朋友可以接受我采访，他正好是从德州那边来洛杉矶这边，哎，跟大家打个招呼。嗨，大家好。对，我们应该怎么称呼你 ？Toby。OK， 这趟来洛杉矶是有什么事儿吗？我在德州的话，我的工作呢比较清闲，然后最近天气冷，然后淡季没什么生意，所以我想来这边玩一段时间。正好我们3月份开始要忙了，所以说我也就该回去了。哎，那你在德州那边是做什么工作？为什么会冬天会比较闲呢？我是做那个户外铁板烧的。日式的那种铁板，然后是上门服务的，是去客人家里面给客人服务的。所以的话，这个我们是根据天气吃饭的。假如下雨了，我们不能做；如果天气太冷的话，生意就不太好。当天气回暖以后，我们的生意就回归正常了。所以说，德州的话，1、2月份它天气比较冷，还会下雪，所以最近是淡季，所以我就趁这个空档，然后来洛杉矶玩了一段时间，然后马上也结束，该回去了。来美国多久了呀？来美国有1年半的时间左右。我在抖音上看你还挺年轻的，你应该才20来岁。23岁，然后是21周岁的时候来的美国。能够稍微讲一下你在国内的背景吗？国内的话，我辍学的比较早，我从13岁就辍学，然后就开始出来工作了。然后我一直是在江苏的苏州在那边工作，到了疫情以后呢，就没怎么工作过了。在23年的一个机缘巧合的一个情况下。就想到要来美国，然后立马就去申请了签证，然后就立马来到了这里。但是我知道疫情的时候申请签证其实是通过率很低的，你那个时候是怎么可以拿到签证的？拿到签证呢，是因为我有过一次美国签证。你以前来过一趟美国？对，我找了一个签证公司，然后才花了3500块钱，然后他们帮我申请，然后我自己去面谈，然后我面谈的时候。没有问到什么太多的东西，只是把我资料全部看了一遍，然后就很顺利的就给通过。以前是为什么会来到美国？那个时候是因为小时候我去过我们当地的那个福利院，我在那里生活了1年。我们那个福利院和美国这边的慈善机构有合作，然后我们是属于那种贫困儿童嘛，因为我父母是残疾人，他符合那个条件把我送到那里，然后他又正好有这个政策，我就被当时的美国的养父母选中了，所以说就跟着一起来了美国。当时就来的是洛杉矶，所以我对洛杉矶这个城市的话，有一种特殊的情愫吧。那个时候是多大？大概？那个时候是11岁，今年23，已经过去12年。我父母是残疾人，我妈呢走路需要就是拄一个那个拐杖，她是从小的小儿麻痹。然后呢，因为当时医疗技术有限，没有治好。而我爸呢是。有些驼背没钱治，就硬害成了那个样子。所以说他们本身都是身体健康的，只是说后天的一些成长成为了那个样子。然后呢，我家其实也不算就是说太穷或者是怎么样的，因为我爸他有一些技术，他还是靠着他这些技术可以挣钱，可以养家糊口的。只不过他正好有那个政策，然后呢家里面符合那个情况，所以他就把我送到了福利院。因为我这个人呢从小就比较调皮，比较难照顾那种的，不听话也不懂事。然后呢，把我送过去以后，他们能省很多心吧。你家就你一个吗？还有一个妹妹，今年17岁，上高1。她那个时候去过福利院吗？她没有。她没有，因为那个时候她很小。那时候我11岁的话，她才5岁。因为我妹妹呢，她就比较听话，她一个女孩子嘛，再加上我那个时候正是11岁，正是爱玩的时候，比较难管教。很多事情呢，它都是两面性的，是把我送到那儿以后，才有了我这一段奇特的经历，要不然我也不会，我觉得我应该是不会来到美国。正是因为这份经历，所以才让我再次走到了美国。在福利院，为什么你来了美国之后没有留下来呢？被选中以后呢，我们只是来到这里，先玩1个半月，回去了以后呢，就是说美国这边的养父母，如果说愿意收养你的话。
然后家里也同意的情况下，那我们就可以办理这个收养手续，然后就可以再次来到美国。但是我那个时候应该是我父母没有同意吧，所以就没有再次来到这里。但我还是有一些同学，他们最终来到了这里。就福利院的同学。对，就当时我们有几个是同学，然后也有比我们大一点的，但没有大太多，然后也有比我们小一点的。我们当时一共来了40个人左右。哇，40个人都是你们那一个地方的？对，都是我们一个县城的。就是也都是你们同一个福利院还是？就我们同一个福利院的。你们县城就是只有一个福利院对吧？对，然后附近的县可能也有，但是比较少，但大部分都是我们当地的。为什么会有美国人在那个里面想要去领养福利院的小孩呢？他是正好当时有一对美国夫妇，他们当时年纪已经很大了，应该是退休了，然后他就到了我们这个福利院，应该是专门帮助我们，就是说跟美国这边的一些慈善机构对接，然后帮助我们就是这些孩子然后出国这些事情的。因为我们当时来美国，并不是说只有我们这些健全的健康的孩子，还有一些是一些残疾的，身体不太好。他们真的是没有那种行为能力啊什么的，或者说比较困难，行为能力比较困难那种的，帮助了很多人。因为我是亲身经历过这种事情的。有的人呢，他们只是听说，其实只是听说，我觉得都已经够为震撼了，更不要讲我们这种亲身在里面经历过的这种。所以说，对我们的内心真的是一种很大的一种。当时来的时候，你知道是要去见养父母吗？其实来之前呢，也都跟我们讲了，只是那时候年纪小，我们并不明白是什么意思。对，只是说到了以后呢，我们每个人去每个人的家庭都在不一样的地方，然后只有我一个人是来了洛杉矶。我的养父母他们正好是亚裔，然后呢，他们多少会说一点点中文，只会说一点点。也那个时候他们正好是有时间的，每天就带我出去玩啊，1个半月，我记得几乎是没有一天是不出去的。他们不用工作吗？那个时候？我那时候我记得我养父他是那个职业打冰球的。然后我养母呢，她是一个高中的生物老师，所以正好那个时候她也放假，所以她每天都有时间。上午呢在家里教我学习英语，然后中午吃完饭就带我出去玩。每天就是有一个行程表，每周就规划好了，每天要去哪里，几乎就是每天都在玩的当中，然后就度过了，学习当中就度过了。所以那时候真的是很快乐，那真的是我一辈子难忘的事情，是我觉得是我这辈子里面最无忧无虑的时光。开始也提到了，你13岁就出来闯社会了，是吧？那就相当于你是回国了没多久，你基本上就是辍学出社会了。是的，我回去了以后，12岁那一年我就回家了，就没在福利院继续待了，然后又读了1年多的书，然后就不上学。其实我上学的时候成绩挺好的，只是说有些调皮捣蛋，但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正好到了叛逆期，不听话，家里管不了我，然后我自己就选择辍学了。就是当时那么小的时候，你在美国这种感觉和在国内的这个福利院的这种体会，你会觉得有什么不一样吗？那在美国和国内肯定是完全不一样的，因为在美国的话，就是因为从小就能感受到那种幸福。然后回去以后呢，其实落差其实倒也没有太多，因为那时候毕竟年龄小，没有考虑过那么多，只是觉得，就是说将来一定有机会，一定要再去美国，因为那个时候确实美国的发达真的是深深的震撼了我这个心里的，就包括每一次去那个洛杉矶那个格里菲斯那个天文台，然后看那个洛杉矶的夜景，包括每一次在那个高速上面堵车，看到它那个车流，那时候才11岁嘛，从来没有见过如此繁华的城市，真的是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包括我回去了以后，我已经忘了我是生活在洛杉矶哪里，但是我记得我养父母他们所在的城市呢是叫 Rosemead， 那就在附近了，也是。对，就在我现在的附近。但是后来其实中国发展的也还挺快的，和当初你来美国的一些对比，你会觉得有什么不一样吗？它不同的点呢，就在于，它这个在国内的话，给我们这个年轻人有一种很大的压力。其实像我的话，我其实在国内，在我这些同龄人里面，我没有什么学历，但是我在外面混的其实还算是不错的。如果我去工作的话，我会有一份稳定的工作，然后相对收入来讲，不算低吧，但是也，反正就完全是绝对够我用的。就是你在出国之前那些工作都还做得还可以是吧？对，因为什么类型的？是销售的还是？是娱乐服务的，就是做 KTV 这些连锁的。然后因为他公司他这个企业在不断的扩大、不断的发展，所以我们跟着这个企业也是有发展的。然后前景其实还是挺好的。但是呢，它为什么说跟美国不同呢？就是说，
即使在那样的情况下，我觉得我的人生还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希望的。就比如说23年那一年，我其实是挣到了一些钱，我爸天天催着我买房子，然后让我赶紧找个女朋友结婚，谈个对象结婚。其实这些东西，任何一件事情，就是它单拎出来对我来讲都不是什么大事。虽然说买房子我不能全款，但是我可以付个首付，我当时也有那个能力。包括我当时我也有自己刚买了一辆车，然后包括就是说找对象，这对我来讲都不是什么难事。但是把它结合在一起，让我再去结个婚，那就完全不一样了。因为我觉得在老家买一套房子的话，对我来讲没有什么意义，因为我常年在外面工作，然后就是在苏州、上海这些地方。而且像我这种家庭的父母是残疾人，跟别人不一样一点，就是不是说你有了房子、你有了车，你有了对象你就可以结婚的。而且人家姑娘一看你家里这种条件，她就算不嫌弃我，她肯定会对我这个家也会有一些就是怎么讲呢，会对她有些影响吧。人家家里也肯定会那个，所以说我最后就选择了要来美国，也是一个契机。因为当时23年的7月份，我的一个同学从美国回来了，他在去了美国以后，我们是没有任何联系的。我一度以为这辈子都不会再见到他。他是那个时候就是成功被领养了，是吧？是的，他是在我们回来以后呢，他家里也同意了，然后他就后来就又去了。为什么能联系上呢？就是他去了那个我们当时的福利院，跟我们那个里面的工作人员，就是那个当时照顾我们的一些姐姐啊，教我们学习的一些姐姐联系，然后就告诉我了，然后我们就联系上了。那个时候其实我赚的钱还是挺多的，在国内。完了呢，但是我依然是很迷茫的，因为我知道，现在这个情况不太好，可能哪一天我就挣不了这么多钱，到那个时候我该怎么办？所以我还是比较迷茫的。然后当我看到我同学他们脸上的那种，就是真挚的笑容，真诚，非常真诚啊，也非常真挚，然后自信的那种。我突然一下子好像就明白了一些什么，我觉得好像人生就应该是这样，我们追求的到最后不过就是能发出这种真挚的、真诚的这种笑容而已。所以当时我就决定要去美国，但是我并没有下决心，反而我是跟我其他的另外在美国的同学讲，然后他们就告诉我，如果说你有这个打算，那你要提前去办你的签证，把这个弄好以后，你随时来就可以来。我对来美国这个概念是一无所知的，虽然尽管我有过美国这个签证，但是当时我还是什么都不知道的。然后我就在网上找这种帮忙办理签证的这种公司，然后就联系了一家，然后就把资料填了，让他们帮我递交了一下资料，然后帮我预约的23年的10月25号，然后当天我过去面签，然后就通过了。还没收到签证，我就把机票就已经买好了。然后当我收到我的签证以后，我立马就出发来到美国了。以前呢，我只是想来这里看看我的养父母，然后在这里就是玩一玩，然后去寻找一下曾经就是印象里面的那些东西，对吧？再去一下。刚开始是这个打算，因为我在国内混的也还可以，我就没有留在美国的这种想法。为什么后面改变了这个想法，而且是坚定的这种想法呢？是因为后面又出现了一些变故。首先一个呢，是因为我是在23年的8月中旬左右，然后呢，我通过 Facebook， 然后在上面输入我养母的名字，然后我在上面找到他们的联系方式。我翻他那个就相当于我们微信的朋友圈，我看到他在2016年9月6号，就是我14岁生日当天，他发了一篇文章。他的大体的意思呢，就是说今天 Toby 14岁了，他祝我生日快乐，然后希望我在国内一切都很好。然后因为他当时他也联系不上我，他很想念我，然后他讲了一句很遗憾，当时我们没有成为一家人，他希望我在中国一切都好。然后我看到他下面还有很多朋友在下面留言干什么。就当时我看到那一刻的时候，说实话是真的是已经绷不住了，那个眼泪就哇哇的流。其实现在我想起来，我心里还是有些动容的，只不过是我能控制得住我现在这个情绪，因为我已经来了1年多了，而且我也经常跟我养父母见面干嘛的。所以说，就当我踏进美国的那一刻，我就释怀了，我就放下了我心中的那些执念啊什么。因为这个问题确实是困扰在我心中了整整10年，我才得到了一个答案。因为我一直以为是他们不想收养我，但是没想到真相是当时我家里没有同意。然后我知道这个事情以后呢，我其实心里面是挺复杂的，因为我不能去怪我的父母。因为他们做什么事情，当然肯定是有出于他们自己的考虑，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们。既然把我送到了福利院，对吧？然后为什么当我有了这个更好的机会呢？而你们又选择了放弃呢？假如说你们不把我送到这里，那我就不会知晓这一切了，我心里面就不会有这种埋下这种渴望的这种种子了，就是再次来到美国的这种想法了。那段时间我确实感觉到我好像没有太多话要跟家里人讲，甚至我已经不太想跟他们讲话。然后再紧接着到了9月底。我家里又发生了一件大事，
虽然说在此之前呢，我们家我父母是残疾人，但是呢，好在怎么说呢，我们家的情况也是在这种蒸蒸日上。国家的话，其实对我家里还是挺照顾的。我爸的话，他在我们当地的一个镇上，我们镇上的一个矿，他在那儿给人家做门卫啊，然后一个月有个2000多块钱的收入，然后还给他交社保，什么都挺好的。我们的家的情况也真的是在变得越来越好。当发生了这件事情以后，我才彻底改变了我要来美国的这种要留下来的这种决定。因为有一天，我爸就是9月底的那一天，下着大雨，正好那个时候是我们老家有那种板栗。正好是那个成熟的季节，然后呢，他工作的地方离我们家那个板栗园又没多远，是种在那个很陡的那种山坡上的。然后他就想着趁那天有空，让他下了大雨他就去了，而且是很陡，再加上他身体本来就不好，然后就摔了一跤，把脊椎给摔断了，然后从此以后就瘫痪了。其实他公司对他还是挺照顾的，前前后后医药费什么他公司都帮他拿了，然后现在好像是在商量最后的这个赔偿吧，要么是一次性给他拿赔偿，要么就是说每个月给他发工资。刚发生这件事情，我当时说实话，我的天都塌了。正好那个时候我马上即将要出国了，我要办签证了，然后突然家里发生了这么一档子事，真的让我内心很纠结。我本来可以不顾一切的离开了，但是现在的话，我要下一个很大的一个决心了。反正最终还是选择了来到美国这条路，因为我觉得我就算留在国内，可能也没什么用吧。因为我又照顾不了他，我还需要去工作，对吧？就给不了他一个很好的一个保障，我觉得还不如出去闯一闯呢。即使我人不在身边，但是当他们需要我的时候，我可以把钱给他们，我觉得这样的话也是比较合适的。即使我在他们身边照顾他们，我觉得我也照顾不好他们，我不添乱就可以了。就主要还是想经济上面多帮助一下他们。你是觉得在国内那个时候就已经发现这个收入方面没有那么稳定了，那个时候就已经在走下坡路了，我的收入已经不像刚开始那么好了，所以说我最终就还是选择来到了美国。我其实就在我来美国的时候，我对美国也是，我只有印象里面美国的繁华了，其实对其他的对美国的认知我也是一无所知，都是我来到这里以后认识一些新的朋友，然后慢慢去摸索一些其他的事物，然后才能。我来美国没有走过弯路，但是我还是吃了不少的亏的。就去年24年，去年1年我亏了大概有3万多美金。这个二手车大家一定要注意，你买车的话，你要么自己懂车，不懂的情况下也可以去买，尽量要挑日本车去买，丰田啊、本田啊这些可以买。而像我的话，我可能比较虚荣吧，然后我当时选择了一辆宝马，再加上我去年1年一共换了4辆车，所以我亏了很多钱。去年1年光修车就修了1万多美金，再加上亏损掉的，总共大概有3万多吧，还是没吃过什么苦。因为我的工作其实还是挺好的，然后也很稳定。一共就做过2份工作吧。第一份工作呢是刚来的时候买了一辆车，然后去送快递，送了2个月以后，然后大概晚了有2-3个月，然后当时就听我朋友讲他去做这个，然后我知道以后我也就马不停蹄就赶过去也来做这份工作，因为我觉得我挺适合这份工作的。一个是性格上面，我也比较喜欢跟人打交道啊，干嘛的，所以说就做了这份工作。然后又挣钱，不是太多吧，但是说也还可以的。对于我们这种普通人没什么技术。现在可以达到多少？要看生意，因为我们这个有淡季有旺季。像淡季的话，其实1个月还是也能挣个3-4千美金。3-4千。每周工作3天左右的话，1个月下来的话，大概是5000到6000。如果我每周能工作4天左右的话，那就是一定是7000到8000左右。但是我们这个只有周末的时候才会有活干，就一般的话1周基本上有2到3天，也就是说我们只用2-3天的时间挣别人就是1周的钱，然后剩下的时间我们想去干什么都可以，我们还是管吃管住的，没有什么开销。你来了这里也算1年多了，然后你觉得你现在看，你觉得你来这里会跟在国内的时候有什么变化吗？变化就是说，虽然没挣到什么钱，但是呢，我在这儿每天都很开心，不管我有钱还是没钱，至少我这个笑容是很真挚的，我每天都能露出来我这2个大牙，就是说真的能笑出来。但是在国内的话，那种就是可能就是有点苦笑了吧。但是在这儿的话，就是真的，我笑就是真的笑，就开心就是真的开心。对。很多人他们认为德州是红州，会有什么不好，其实并不是这样的，反而德州的人更淳朴一些，对我们这些外来的人其实更友好一些。目前为止我没有遇到不太友好的，反正都是挺友好的，而且我的小费的话拿的还挺高的，我的平均小费是在25%到30%左右。
上门的这种服务，一般他的小费，客人会给的多一些，是吧？是的，他要喜欢你的话，他当然会给你多给一些。当然，很多时候也要看这个客人他有没有钱，经济情况。下一步我就马上要回德州了嘛，回德州对。踏踏实实的工作就行了。有台呢我就去炒台，没台呢我就去干点其他的。你觉得来洛杉矶这一段时间，你觉得洛杉矶跟德州的区别大不大？区别还是挺大的，因为第一呢，洛杉矶呢它属于一个流动性的一个大城市，然后呢这里哪里的人都有汇聚到一起的，然后呢就是说人特别多嘛，所以说它就各行各业就可能会有一点内卷吧。包括这边的油价、房价、物价都比在德州那边要高很多。德州那边的油价只有这边的一半，而且德州的税的话，还是要相对来讲还低到2到3个点左右吧。对，那德州确实生活成本要低不少。在德州的话，其实生活的，假如说你有朋友，你有什么的话，其实你在德州生活的话，会生活得更好，幸福度会更高一些。但是德州的话，没有像洛杉矶这边这么繁华，玩的地方比较多。其实，但是在德州工作的话，你不光能挣到钱，你还能攒下来钱。我这个人就是自制能力不太好吧，所以说就。因为大部分时间都很无聊，但是无聊的时候就想去找事做，要么去找事做，要么就是花钱。出来工作10年到现在，我没有攒到钱，没有什么积蓄。昨天我听我朋友讲了一句话，他讲你这个年龄这样子很正常，成家立业嘛，有了家，然后慢慢的就会好起来。我以前我认为是。这4个字要倒过来念，就是业力加成。有了你自己的事业以后，你才会有家。我现在改变了我之前的这种看法，我觉得我这种人肯定是有了家以后可能会比较好一点，因为有了家以后我就有了羁绊，就能拴住我，慢慢的去进步，去更好。当然，像我现在一个人的话，我就感觉也没什么压力，也没什么负担，反正就是玩呗，也不想太多，所以说我每天都过得很开心。那我们就回过头聊一下，你们在福利院认识的那些朋友，大部分的都是被这边的领养了，大概有一半左右被收养了吧，一半左右。对，我现在只跟我们一届的几个同学，我们经常，也不是经常吧，我们偶尔会联系一下。因为毕竟我们是在一个不同的环境下长大了。我们虽然说我们的感情在，就我们见面了，我们关系真的很好很好。但是我们平常我们是没有太多话可以说的，因为我们的想法观念就已经完全是不一样了。我可能还是咱们中国人的那种思维逻辑，但是他们是正儿八经的那种美式思维逻辑，所以说我们在一起就没有太多的话题。但是我们基本上我们每年至少会聚个一次吧，就我这一届的同学，我们就2、3个人，可能会在今年的7、8月份我们一起聚一下，见面。对，他们现在都居住在什么地方？我一共3个同学，最远的一个在迈阿密，然后东部还有一个是在阿拉巴马。还有一个是在休斯顿，休斯顿这个就离我比较近了，我们经常会见面。有时候我工作什么的，我会跑到休斯顿去，只要他有时间，我们就会见面，我们就会在。所以说我跟休斯顿这个同学，我们俩联系也是最多，我们经常打电话聊天干嘛。再加上就是我休斯顿这个同学，他毕竟他的家在休斯顿，休斯顿华人比较多，所以说就是说他生长的环境，他不光要讲英语，他时不时还是也要经常讲中文。我跟他在一起，我们俩可以讲我们的老家话。但是我跟我阿拉巴马那个同学不行，他那边生活的只有白人，没有什么亚裔，所以说他现在老家的话基本上是不会讲的，普通话呢还可以讲一些，讲的也不太多，但是他听得懂，我们之间联系就比较少。领养的这些父母其实也是付出了一些努力吧，就是他们付出了很多的努力，他们付出了很大的努力。你可以设想一下，你是一个没有父母的孩子，你是一个没有家庭的孩子，你是一个没有人关爱的孩子，当他们出现的时候，你的人生就完全不一样了。从此以后，你有一个家，有一个可以为你遮风挡雨的家，有人关爱你，有人照顾你，有人带着你成长，让你走向更好的一个未来。这个意义是非常非常重大的。假如说没有他们的出现，那可能我们这一辈子就在那个地方就那样。我们这些健全的人，其实我们倒还好。假如说是那些残疾的孩子们，他们可能真的就一辈子就没法走出这个社会，即使走出了这个社会，他们可能也没办法生存下去，这就是一个最残酷的一个问题。兜转转10年，其实你还是来到了这里。不知道是否该用缘分这2个字来形容，但是我觉得真的是缘分，妙不可言。我觉得我属于这里，所以我再次来到了这里，这也是上帝对我最大的眷顾吧，我感谢上帝。10几年前没有能够留在这里，你会不会有遗憾呢？那个时候当然是有遗憾，但是每个人都会有遗憾嘛。怎么说呢？假如说我当时留在这里，我肯定是有一个更好的未来，但是也是不确定的，毕竟我没有经历过。但是我经历了我没有来过的一些经历，我还是认识了，在国内认识了很多朋友，以及他对我现在都是有一些帮助的。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，
因为我书念的比较少，但是我自己能明白的那种感觉，遗憾总归是有的。但是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经历吧，人生还是要有一些遗憾的。我们每个人都不可能在每一个决定都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，而且有些时候有些事情是你不能够决定的。但是当你自己可以决定了以后，那你一定要听从你自己的内心，就像我坚定不移的再次来到美国，跟着你自己的内心所想的去做就可以了。不管怎么走，都是走，不管是好的坏的，你都需要去经历，因为你都需要去成长，走下去就是，不停的走下去就是。